大家好，我是宋万博。今年我的人生取得了重大突破，我找到了女朋友。我是在交友软件上找到的。说实话，一开始有点犹豫，因为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不要用那玩意儿，上面男男女女都可乱了，不是啥正经地方，你别下载。我下载了。使用感受怎么说呢？就一个男生啊，一个男生，如果你不是特别帅的话，你是感受不到乱的。我用了1周，这哪乱了？挺正经的呀。我都加了一个考研群了，每天打卡背单词。我跟我朋友说，这跟你讲的不一样啊。他说有没有想过是你的问题？我说是我不好看吗？他说难看。就你长得太正了，你特别像我们教导主任，不想找你谈恋爱，只想找你背单词。我说你说这个简直荒谬啊！他说对 ，ridiculous。哎，我平时背没这么顺呢。还有你长得有点朴实，我最烦朴实这个词，因为朴实意味着土。每次有人说我朴实，我都会想起一个山村老大爷捧着个筐子，水果滞销，帮帮我们。我想谈恋爱，帮帮我吧。但我得承认，虽然我长得朴实，但我心里并不朴实。我不是我这张脸的人，只是长成了这个样子。我就这么说吧，很多男生心里头都住着一个渣男，只是被他糟糕的外表锁住了。当然也有些没锁住。我坦白说，我在交友软件上，我看过男生。我想法很简单，我就想看一看是谁在乱，谁有资格乱。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20左右的男大学生，他照片就是一般是在卫生间的镜子里，拿着手机对着，另外一只手把 T 恤撩起来，塞自己嘴里。坦白说 ，T 恤我也有。但我差的是 T 恤吗？我要是把 T 恤撩起来，特别像30天减肥的第1天。有些人会问，在交友软件上什么样的人会受到欢迎？长得帅的人。有什么疑问吗？长得帅的人在哪都受到欢迎。我当过帅哥。我不帅，但是我当过帅哥。我就是当过。就去年，我大姨来北京了，当时我还没有女朋友，她问我有对象了吗？我说没有，长这么帅没对象。这句话暖了我1整年。我6岁那年，她也这么夸过我，暖了我30年。去年到期了，又给我续上了。我衷心希望我大姨长命100岁。但我真正体会过帅哥待遇是20年前了。当时呢，我是一个转校生，高中嘛，而且20年前流行一部偶像剧叫《王子变青蛙》，有人说我像那个男主角明道，还有人说我像阮经天。像不代表帅，像2大帅哥却不帅，感觉像是集2大帅哥缺点于一身。但在我们学校传遍了。还有一个 slogan 说台湾省2大帅哥强势登陆河南，会有女生手牵手来看我，你能想象他们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一失望就会撒气儿。一般是练体育的女生打头阵，一脚把门踹开，那个像明道的人出来，我看一眼。像个屁呀！我说不像明道，也不能像那个吧。这还只是轻度的，中度的一般发生在课间的时候。我喜欢趴桌上睡觉，更增添了神秘感。想象一下，转校生，教室的后排，课间喜欢睡觉，符合校园帅哥的一切设定，就差帅了。会有女生头从那窗户那都钻进来了，就他一瞪我看一眼。我看一眼，看。
我谁把气门芯扒了？这还只是中度的，重度的一般发生在放学的路上。放学路上，我走着走着会突然听见后边有女生冲到我前面，这样。她的闺蜜，帅吗？帅吗？关键是我招谁惹谁了。但我也不怪他们，不怪他们。我觉得要怪就怪那个第一个看完我失望回去那个女生。你失望的回去了，你也不告诉别人，感觉我被全校的女生都骂过了，对吧？她看完丑死了，一点都不帅，丑死了。别人问长得怎么样？我觉得还可以。这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你们去看吧，没准喜欢呢。丑死了！后来我打听了一下，是谁在造这个谣说我们班有一个女孩，她特别喜欢看偶像剧，当然她只是说我长得像，但是造成那个后果，我要报复她。我报复她的方式非常极端和残忍。我说她长得像刘亦菲。你们可能不太了解，20年前刘亦菲在男生心目中是什么地位，相当于20年后刘亦菲在男生心目中的地位就没变过。我也让你尝一尝被大家轮番唾骂的滋味，但我忽略了一点，就是这个女生啊，首先人家底子好，其次呢，就是当时男生的审美呀，很容易被舆论操控。看着看着自己信了，还真有点像哎。从此有一个新的谣言产生了，说高2 6班呀有一对金童玉女，明道和刘亦菲。刘亦菲不错，明道有些 ridiculous。那就说到这里，感谢各位。哎，大家好，我是宋万博。我来自河南啊，我打小生活在村里我们那儿教育资源不太发达，老师的水平也不高。我上小学的时候，一个教2年级的老师学历只有3年级。数学老师教数学不是因为数学好，是因为他老念错别字，教不了语文。他给我们讲应用题，说这个骨缸它有2个水管放水，浴缸。学历最高的人是我们校长，初中学历，他是我们校里唯一一个会解2元1次方程的人，就这都人称小华罗庚。我们数学老师叫他小华罗康。我爸一直担心我的前途，在我读3年级的时候，把我转到了城里的小学，本意是好的，但我有点跟不上班了。我记得刚进班级，那个数学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让我们这些小学生呢，从1加2加3一直加到100。这道题大家都听过，都知道高斯的故事，知道有一种更为方便的算法。但问题是我当时不知道，我是硬着头皮算完的。一边算一边心里在想，今天这个作业量怎么这么大呢？这道题答案是5050，我算到了6000多。关键是我才加到75，算到后半夜我都困了。我妈都看我可怜了，说要不我帮你一起算。问题是她也不知道高斯的故事。我从1加到100，她从100往回加，俩人一对，结果不一样。我说要不用你的数吧，你的数看着小一点，我算的没有一个低于1万的。第2天交了作业，我们数学老师就问：“哎，同学们，昨天那个题算出来了吧？”答案是。一群小孩异口同声5050，只有我一个人7832。所有的学生都老师也只有我只有我对了吗？我说我错了，太丢人了。但我没有气馁，我就想起一个鸡汤小故事激励自己，就是说爱因斯坦小的时候，老师让每个学生都坐一个小板凳，爱因斯坦坐的最差。
老师把他的作品放讲桌上说：“世界上还有比这个更差的小板凳吗？”爱因斯坦说：“有。”当场拿出来俩更差的，说：“虽然那个很差呀，但已经是我做的最好的了。这还有2个更差的没给你呢。”一想到这儿，我就想说：“老师啊，虽然7832是个错误答案，已经是我算的最正确的了，那还有2个1万多没给你呢。”老师说：“把你家长叫过来吧。”我说：“这就是我家长算的。”我爸就有点恐惧，他给我制定了一些学习计划。第一就是阻断社交，周末就别出去玩了。赶上周末有人往我家打电话说：“喂，宋万博在家吗？”我爸一接说：“他死了。”我还在旁边站着呢，就听到对面小朋友哭成一片。然后周一又看到整整齐齐的我。我会在每个周末死去，又会在每个周一醒来。周一就是我的复活节。小伙伴一看见，哦，看见彩蛋了。我爸还有一个计划，就不要看电视了。好不容易放假看一回那个葫芦娃，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角色穿山甲死了，我在那抹眼泪。我爸看见了，那穿山甲是你爹呀？你爹死了你这么哭吗？我说爸，你这么说多不吉利啊！再说我哭不哭，你那会儿也不知道啊。我爸也有自己的爱好，他喜欢看电视，他一直在追一个团综《水浒传》。《水浒传》是我爸眼里最好的电视剧，经常拉我一起看。对，我不能看葫芦娃，但可以看《水浒传》。有一回演到林冲死了，我爸哭了，还背过脸儿，怕我看见嘲笑他。我当然会了，因为那一刻我就想起了穿山甲，我要报一箭之仇。但毕竟我们俩是父子，我也不方便说那句话了。爸，林冲是你爹呀。但我又想说，我只能拐弯抹角的说，我说爸，林冲死了咱哭啥呀？咱们家姓宋啊。宋江死了咱再哭啊，好歹咱本家呀。你哭了也算祭祖了。这个梗在我们河南是要天打雷劈的，全国最传统的省份之一，仅次于山东。我们家要是山东的，我讲这个真的会被我爸打死，因为宋江就是山东人。但我爸对我都这么努力了，我学习成绩也不好，因为我没有努力。我知道如果我好好学习，我爸肯定很高兴，但我不想让他高兴，我想气他。但为了我的前途，我还是得学习。我就想，我权衡之下，我说我学一点儿，我一会儿学一会儿不学。我爸就一会儿高兴一会儿不高兴。他现在有双向情感障碍。最后从小学读到了初中，读到高中，还是参加完高考。高考完事之后，我爸问我，你估分估多少啊？我说你让我妈估吧，我估的没有一个低于1万的。当然，我最后是上了大学，它不是什么名校，不是211、985，就是我们平顶山市的平顶山学院。但我很知足，因为毕竟我的学历已经超越了当初的校长。如果你的起点足够低，那半山腰就是你的峰顶。更何况平顶山，它只有顶没有峰，所以我也算是毕业于顶级院校。今天就说到这里，感谢各位，我是宋万博。哎，大家好，我是宋万博。我最近才听说一个心理学上的词汇，叫抒情障碍。说的就是有些人在情感方面不太会表达，越亲近的人他说话越难听。我们家就是这样，我们家里人都习惯把爱埋藏在心里，所以我们家就是一个障碍家族。比方说我妈，她每次做完饭都想让我们夸她，但她不好意思直接求夸，就以退为进。这个红烧肉怎么样？比吃土强吗？我爸说你太谦虚了，这个肉做的赛砒霜。
他全吃完了。我妈说早知道放砒霜了，肯定能剩下点儿。我爸倒是经常夸我，但他夸我那话还不如打我一顿呢。吃饭的时候，我给他递一双筷子，他说：“就是比养条狗强。”再聪明的狗也不会递筷子。那时我才7岁半，我哪听得懂阴阳啊？还在那回味呢，这是好话还是坏话啊？我哥又搭腔了，说：“爸，你说什么呢？边牧就会递筷子。”我那时候也傻，还想着努力超越边牧。而且我们家人吧，怎么说呢？老爱替我谦虚。邻居来我家，说这孩子安安静静写作业多老实，哪像我们家那个整天上蹿下跳的。我爸说：“哎呀，你不知道，这孩子他傻不拉几的，他整天跟个大傻不拉几似的。”邻居说：“我那孩子他老爱犟嘴。”我爸说：“这孩子他听不懂人话。”接着两个人陷入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攀比，比着说谁的孩子更不是东西，感觉像两个中年 rapper 在 battle， 但他们不 diss 对方，光 diss 自己孩子。而且我邻居说的时候吧，他孩子可不在身边。我爸说我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坐着，我还不能走，我要一走，你看这孩子说他2句就走了。你感觉中国人很多时候啊，都喜欢把好话留给外人，坏话留给自己。你看以前称呼对方令郎、令爱，自己的犬子、犬女，关键犬子都已经算是我的尊称了。毕竟我刚跟边牧打个平手，所以以后我应该叫木子。我姓宋，就叫我宋木子。我其实很想获得我爸的认可，很想。我记得有一回，他请了他的朋友来我们家吃饭，我一推门把我吓坏了，因为他请了10几个朋友，10几个光膀子中年人。我那时候小，我哪见过那么多米其林 Pro 啊！但我还是恭恭敬敬，我说：“叔叔们好。”我爸还不乐意呢，你瞎喊啥呢？还有你俩大爷没喊呢。谁分得清大爷和叔叔啊？我只分得清大爷和大妈。怎么分得清？后来我明白了，在北方啊，跟人吵架的时候一般不提叔叔。所以我很羡慕上海小孩，对吧？管他大爷还是叔叔，统一喊爷叔。哦，不对，上海统一喊 uncle。还有一点就是平时在家里啊，特别喜欢给你上纲上线，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碗，你能端住啥？这个瓷碗端不住，将来铁饭碗你更端不住。怎么说呢？才10岁我就被取消了考编资格，所以我从小跟我爸就不太亲近。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类似的感受，就是每次爸爸出差啊，你不希望他回来。就他在外边别死，但也别回来。我理想的父亲是大禹。就每次一路过家门，哎，还有一个更理想的父亲是圣诞老人。对吧？早上我醒过来，我妈对我说：“你爸昨晚回来啦，一大早就走了，这还有给你的礼物。”我爸不是没想过修复我们的关系，但他表达对我们的爱，但他那个表达方式啊，只能说是惊悚。我放学回来晚了，我以为你死路上了呢。你看他就不如我厚道，我希望他在外边别死。他也表达过对我妈妈的关心，他那个方式啊更是灾难。
我们一块儿看电视剧，他被电视剧感动了，他想把这种感动传递给我们，怎么做的？突然站起来，指着我说：“你一定要孝顺你妈。”原地干拔。这个价值上的放春晚，你都嫌太生硬了。他愣是说出来了，说完他扭头走了，因为他也觉得太生硬了。我妈还得打圆场，不孝顺我也行，你一定要孝顺你爸。看个剧感动成这样，关键我们当时看的那个剧，它是《水浒传》呢。我爸对我影响很大，在他长期教育之下呀，我逐渐活成了他的样子。我也不会表达。其实我爸每次出差，我真的很想他，但我说不出来。他每次回来，我妈说：“你快去接他。”我说：“好嘞，你去接他。”一到门口，我们相顾无言，不知道怎么办。外国人会拥抱，我们不会，我们俩就……最后我实在受不了，我朝他敬了个少先队礼。我爸哪见过这个呀？他还了我一个，感觉我们俩还能再来一段课间操。所以我从小到大我都不会表达，我也很少跟人来往，我很容易就把朋友处成父子。但去年我有了女朋友，刚在一起不久，我就在她家打碎了一个杯子。当时我吓一跳，我说我天哪，这么些年光注意端饭碗了，忘了杯子了。我在静候一场狂风暴雨。他走过来说：“你手没事吧？”我说：“不应该先骂我吗？”没有。接下来我们把碎片收拾好，放进垃圾桶。聊天刷剧，没有人再提到过杯子的事情。我说：“哦，原来这个事情可以这么简单就结束啊！我以前可没有经历过，原来能这么简单就结束。我就感觉属于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今天就说到这里，感谢各位。谢谢大家，我是阎鹤祥。我没有想到啊，在一个比拼笑料的舞台上，相声的大旗摇摇欲坠。我的师弟们岌岌可危，少班主他高高在上。其实来这个舞台，我两个师弟可能是有一点紧张，我不紧张，因为我来这儿不是比赛的，我是来找人的。我搭档郭麒麟，我跟他爸都找不着他，就是但凡不是这种给钱的活，你都逮不着他，你知道吗？然后说点心里话吧，确实我没有想到跟大林搭档这么多年，有一天能站在一舞台上说笑话，被他审视。我不开玩笑，我其实在那儿我很紧张，我一看到大林，我手一直在抠后边那个 LED 那个灯条，我紧张的手麻。后来发现那个灯条的漏电，你知道吗？真漏电，我摸一试试。这个导演组问我说：“大林来这个节目，你有什么看法？”我说：“没有看法。当年我们平起平坐，现在我 stand up comedy， 他 sit down police 了他。”很多脱口秀演员，包括单口喜剧演员，对我有一些了解，是因为我之前确实做过一些这方面的交流，我也发表过一些看法。我还是那个观点，我认为中国人说中国话逗中国人开心，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我老觉得单口喜剧将来可能也会卷出师承啊、门派啊，包括制式的大褂的服装，到那天单口喜剧就完了，你知道吗？没办法，大林，我再不这样，咱爷们儿折这儿了。今天我是，太猛了！
为大林来是当嘉宾的吗？他是替他爸看着我，不要胡说八道，知道吗？那些叛徒师哥都是昼夜之急，阎鹤祥才是心腹大患。可以啊，没关系啊，徒在外，师命有所不受。不开玩笑啊，说点正经的。这个，怎么说呢？我来这儿了，有好多人问了我很多老问题啊。导演问我说：“阎鹤祥，当年你为什么选择跟郭麒麟搭档呢？”我说：“哥们儿，你真逗，我选择，你老板的孩子想跟你合作，那是你选择的吗？我要能选择，我就是老板了。”但是没办法，因为我搭档郭麒麟，还有我师傅郭德纲先生都太有名了，这可能也是我，一直也没法摆脱的一个标签。我并不想摆脱啊，但大家都想做自己。就像大林刚出道的时候，他也想摆脱他爸的标签，他想做他自己，我很理解的。但是没办法，这个东西就长在你身上，包括我也是。但有些标签我不理解，同志们，就是我在网上大家叫我德云太子妃。就是哀家很不理解，本宫很疑惑。这个大数据很厉害，你知道吧？就头些年我的关键词都是太子妃，天天给我推戴安娜。然后今年好了，今年开始推凯特了。哎，真是说相声的，辈儿还越来越矬。你看，于老师也不能幸免啊，于老师叫相声皇后，所以你看，我跟于老师在单位关系很融洽，因为不想感觉婆媳关系不好。很有意思，有时候我也问大林，我说有一天我跟你师傅同时掉水里，你会救谁呀？大林说我要救我师傅，因为我爸爸不能像你一样没搭档。我师傅很心疼我，我师傅说有一天大林要真不说了，我跟于老师我们两口子就带着你，咱仨一块儿演出。后来试了几次不行，观众说看着很可怜，起个名字，这叫德云留守家庭。你看，没办法，后来我跟我师傅说我要出去单飞，做点别的事儿。然后我师傅说不行，你得给我儿子守着呀。啊，确实很封建，没办法。我一说我自己干，我师傅就会打岔。我跟我师傅说我想去说脱口秀，我师傅说你认为咱们这儿谁丑陋？我说师傅我想去说脱口秀，我师傅说对，咱相声不能守旧。我说师傅要说脱口秀，我师傅说对，于谦喝完酒就是口臭。这是相声的技巧，如果不可乐，不是相声的问题啊。非常有意思，然后怎么办呢？我还是自己出来了，我做了一些单口喜剧的尝试，然后我发现有好多问题啊，观众会给我们出主意，说你们相声太传统了，你们应该学习单口脱口秀，做一些跟观众的互动。但我说有一些他不能瞎借鉴，我在线下看过好多单口喜剧啊，他们来跟观众介绍，你比如说问老刘吧，俩人啊一块来的，一男一女。你们俩什么关系？没有关系。他是你男朋友吗？哦，是。那么有结婚的计划吗？这说相声不能介绍，我们怎么互动？你们俩什么关系？他是你爸爸吗？哦，不是，那有相认的计划吗？那非打起来不行啊。但我觉得脱口秀有时候可以学一学相声，一些有节奏的介绍方式啊，他们经常会有一些。就是没有底的结束啊！谢谢大家，我是周奇墨。谢谢大家，我是王建国。谢谢大家，我是庞博。就特像客服，你发现没有？你应该学学相声嘛。周奇墨就是我呀，庞博就是
我呀，很有意思。然后到最后呢，我决定不行了，如果隔行如隔山，我就做点别的事儿吧。可能有人了解我，开始骑摩托车周游世界。啊，我跟我师傅说，师傅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师傅他顿时很感动，因为他看了很多书，他对人生啊，他理解。他说：“你给我滚啊！”我说师傅要积累素材。我师傅说：“那你旅行的路上有妖怪怎么办？”我说：“师傅，一般妖怪只吃师傅，您不去他没得吃。”我师傅说：“那你为什么要骑摩托车呢？”我说：“摩托车也是搭档，不骑了可以锁起来，他不会抛弃你。”说两个旅行的趣事。我在秘鲁的时候，因为我在国外没法跟大家介绍我是一个相声演员，我一般真的简单的盗用你们的名号，我说我是一个脱口秀演员，或者说是单口喜剧演员。我在秘鲁的时候，有一个秘鲁警察跟我的西班牙语翻译在交流，我那个翻译跟这个秘鲁警察说我在中国还是一个很有名的喜剧演员。然后我那个秘鲁警察呢，拿出一个手机，翻出一个视频跟我说他是我的粉丝，结果那个视频是鸟叔。我在伊朗的时候，有两个伊朗的朋友跟我的波斯语的翻译聊完天以后呢，跟我说了一笑话，说我波斯语翻译跟这个伊朗朋友说呢，说我这个人在中国是一个有名的喜剧演员，然后那个伊朗人跟那个伊朗人说，这个人我认识的，他一定是成龙。然后那个伊朗人说，你不要胡说八道，成龙不会来咱们这儿的。然后我那个翻译说，这个人在中国还是有几百万粉丝的，那个人马上改口，他就是成龙。我之所以做这么多事儿啊，走南闯北，还是做一些新喜剧的尝试。我还是想把相声这门传统艺术跟这个新鲜的世界做一个万能的接口。所以不要管我叫德云太子妃，可能的话可以管我叫德云 Type C。好，这就是我一个寡妇失业搭档不说相声周游世界的单口相声演员阎鹤祥，就是我呀。哎，大家好，我是梁岩，很高兴来参加这个比赛啊。这个简单介绍一下，我呢，北京人，平时呢还有一个主职的工作呀，是基层工作人员。日常的这个工作呢，就是给大家啊办医保。有医保吧都？都有啊，都有。好啊，简单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这个工作。我们这工作看似平凡，但是你干长了呀，他也会遇到一些有趣的事儿。比如说，你把这个表格给到这个大姐呀，她大概率不会去看那个填表说明，写一笔啊就问一句，写一笔就问一句。姓名，填不填这个？啊？身份证号啊，家庭住址，这个填不填这个啊？哎，填不填这个啊？填不填？你知道被问多了是一种什么感觉？我就觉得我也不像一个工作人员，我就像在菜场卖桃。我说大姐，这填啊，大姐。啊，这也填，我这都填。不填不要钱。我觉得其实也不怪大姐，我觉得我们那个表格啊设计的它也有问题。我觉得你看随着现在社会发展，有一些不需要掌握的信息，你就不要再设计在表格里让人家问。你看我们现在有时候填表还填什么？填邮编，谁还写信啊？填邮编，你要给人寄水果啊？填不填啊？大家可能觉得说卖桃有点夸张。那其实并不夸张，因为有一些和我们办事的人那个状态啊，就跟逛市场差不多，跟我们办业务，甚至会跟我们砍价。那天来阿姨，她说：“哎，小伙子，你们这社保啊，最便宜多少钱？”最便宜啊！我说这个咱们现在个人参保最低档一个月呢1000多，什么1000多？便宜点。
我说大姐，社保，我们这都国家规定的。我说这没法便宜啊。哎，不要发票。不要发票，那不要发票，我也不送饮料啊。我说大姐，这真不能便宜。大姐急了，走了啊。走吧，想什么呢？其实我从情感上我愿意配合他。我说回来吧，回来吧，你带一份来吧。不会，对吧？但是其实这些还好，还有一些呢，我相信大家在工作中啊也会遇到，就是那种伸手党，什么都不能自己干，什么都要你帮他干。那天呢来一大哥，他说：“哎，你们那个工作就是这什么证啊？这怎么办啊？这个？”我拿出我们这个办事指南啊，打开，用手指着跟大哥说：“我说您看这个上边啊，对单位的要求、个人的申请条件、办理流程、所需材料都有介绍。我说您呢，简单看一看，哪块不清楚不理解，我再给您讲。”那大哥啊，一把拿过来，嘎着窝里一夹，啊，是，怎么办？我去，我说你看啊，没辙是吧？我说那我跟您说一说啊，咱先说单位，我们要求单位啊成立时间1年以上。注册资金100万以上，年度纳税50万。我这讲着讲着，大哥急了，哎呦，你别说了，你给我写下来吧。什么？我给你写下来，我都给你印出来了。怎么了？不喜欢宋体吗？我脾气也不好，我说大哥你也这么大年纪了，你能不能自己干点什么呀？后来我一说呢，大哥也不好意思了啊。后来大哥自己把我投诉了，我又确实给人道歉，我又给人写一遍，还是希望可以服务好，对吧？我扭头呢就问领导，领导很体恤，领导说：“我跟你说，这些伸手党啊，他们就是懒惯了。”递我水杯。你看，这就是我们啊日常工作是吧？跟大家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角度不同。从工作出发呀，我们也是希望可以更好的服务大家，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理解我们的工作。当然了，我们也同时理解大家，对吧？就谁出来办事儿，也会着急。你像这次我来参加节目，我也填表，我拿着那表我也问姓名，不是，我说这演员自述填不填？啊，人家说这个呀，就是填一填这个您的这个职业生涯取得的成绩，对脱口秀的理解啊，对节目的希望。我说，哎呦，你别说了，你给我写下来吧。谢谢大家，我是梁岩。大家好，我叫文强。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门枪，是一个 HR， 最近正在找工作。所以我很多失业的朋友一样，我们就拍短视频。但是我拍短视频还是有一些成绩的，朋友们。去年年底的时候被邀请去参加了一个活动 ，GQ Man of the Year， 被评为了年度风云人物，朋友们。哎，就参加那个活动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我可以参加那个 GQ 的晚宴，在晚宴上有很多顶流明星，费翔、魏大勋、易烊千玺，我都见到他们了。我发现明星跟普通人也都一样，都不认识我。虽然他们都不认识我，但我看他们真的很帅，朋友们，我觉得他们才是 Man of the Year。我感觉自己只是一个 man， 不小心 over there。真的，虽然那天都是明星人物，但是我觉得他们都在窃窃私语讨论我。他们说这个人是谁？他没有作品，他为什么在这里？他一定是资源咖。他这个人背后肯定有资源。我想说，你想多了，我顶多有点人力资源。哎，我做 HR 的时候，我就发现老板有个问题，就老板都很迷信，你们发现吗？我给大家总结一下，老板最喜欢的3个神仙：第一个关公财神爷，第二个招财猫，第3个实习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实习生是神仙。首先，老板没有把实习生当人啊。因为每次我跟老板说，老板，我这个职位招不到人了，他说，那你招个实习生。我说我招不到人，他说哦，那你招个实习生。
真的把实习生当神仙一样，给实习生提的要求就像在跟神仙许愿一样。你们去庙里许过愿吗，朋友们？跟神仙说的是保我公司上市，跟实习生讲的是帮我把公司干到上市，并且还不能迟到早退，还要陪我开会，还要帮我买咖啡。给神仙功德箱一次100，给实习生1天80。朋友们，活更多了，钱更少了，很符合我们公司的理念 ，less is more。真的把实习生当神仙一样，开给实习生的工资也正好去购买一些贡品，瓜子、橘子、花生米之类的。真的，老板太不要脸！我现在终于明白老板为什么喜欢摆关公了，就是让关公替他脸红。我真的很担心实习生的情绪问题。我们公司的实习生小杨啊，有几次我们小杨在那边不停的抖动，我说小杨你怎么升仙了？小杨说不是，我在跳消气操。我说消气操有用吗？他说有用，跳累了就没有力气打老板。真的，在实习生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除了消气操之外，我还学到很多，比如如何拒绝 PUA。小杨做了2个月就辞职了，老板居然还有脸找他离职面谈。老板说：“小杨，来，你在我们这里2个月，成长了多少？10岁。”有没有收获？节。老板就有点生气，老板说：“哎，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是吃不起苦。”他说：“去你的！不要来 PUA 我。我妈跟我说过，上班就是爱吃苦的孩子有苦吃。”哎，老板就真的有点生气。老板说：“哎，小杨，你有没有听过那句话？”他标英文，他说：“你有没有听过那句话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 you？” 他说：“make me emo。”老板说：“门墙算了，要不我们还是不招实习生了，要不我们还是招个人吧。”我说：“啊。”好可爱啊！真的招人，招人真的是我做 HR 最喜欢的一个部分。招人很有意思，因为招人一直可以听到公司里面那些职位很高的人讲一些智商很低的话，他们总有千奇百怪的理由去拒绝我给他们推荐的人，星座不好，八字不合。还有一次他拒绝一个人说这个人眼里没有光，我说你也相信光？我说你早说，你看我爸行不行？他有青光和散光。哎，为什么可以要求员工眼里有光？所以我们换个问法啊，让员工眼睛里面产生光，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加钱，就是加钱，把钱给到我，你薪水给到我，对不对？俗话说得好，相由心生，你薪水啊。你钱给到我就眼里有光了，你薪水给到我眼里没有光，我每天早上可以早起半个小时，把2个眼睛泡完光再来上班。你薪水给到我就眼里有光，我就火眼金睛，没有任何问题。薪水给到我，我可以像孙悟空一样陪你西天取经。但是你薪水给不到我，不好意思，我的表现就只能像沙和尚一样。哎呀，老板不好了，财务总监被税务局抓走了。眼里没有光，我气死了，我就小声嘀咕了一句，我说你要眼里有光，你去找迪迦呀。他听到了，迪迦是谁？眼里有光吗？叫过来面试。我说不在上海，我视频面试，异地入职。我说老板听我说，迪迦这个人能力是强，但是他每天就只有几分钟能力超强。老板说没有关系，你先招进来，先招进来。员工的好坏要看 boss 怎么带。我说哎，你别提 boss， 迪迦最厉害就是打 boss。虽然听起来很荒谬，但是朋友们，这就现实，就再优秀的人才，有可能就是找不到工作，就是因为老板的问题。所以我现在出去找工作，没有成功，我心态很好，就是老板不配。你看迪迦到我们公司来，没有获得实习的机会。所以我也希望就是在座如果大家有在找工作的话，以后或者找工作都是可以遇到一个很好的老板，也希望所有老板可不可以珍惜每个打工人。谢谢大家，我是文强，谢谢。
Hello，大家好，我是南瓜。我的工作，我的职业呢是一个外卖骑手。其实来讲脱口秀一直会有很强的舞台恐惧感啊。现在还好，刚开始一上台一拿话筒就紧张。当时为了克服这个问题啊，想了办法，上班的时候骑着电瓶车，握着那个手把到话筒练一练，对着电瓶车讲脱口秀，导致现在落下坏习惯，在台上讲着一紧张就。我这个人从小不是很自信，从小学习不好，高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当时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做保安啊，管吃管住还挺安逸的。后来干着干着，我觉得工资有点少，我说得找个挣钱的工作，就去送外卖了。我送段时间发现辛苦的程度超乎我的想象，又回去当保安了。当着后来又去送外卖哈。我这个人文化水平不高，但是我告诉自己找工作呀，一定要注意这个劳逸结合啊。能看出来我是个 I 人啊，我很社恐，但我有时候也是个 E 人啊。他分时间段，比如说上班送外卖，那时候是个 E 人啊，因为那时候穿着制服，对吧？甚至衣服上都写着 E 了吗？我的手机被标记了，被很多顾客标记成了快递外卖啊。其实大家这种标记，我自己是看不到，我也是意识不到的。我是有一次啊，跟我爸打电话。我爸说：“你这半年没消息，是不是在外面送外卖呢？”我说：“没有，谁跟你说的呀？他150多个人。”我当时上学学习确实很差，但是我当时也没有想到自己长大会送外卖啊。我虽然当时学的不好，但当时体育成绩还挺好的，那我就练体育啊。我也想上个体育大学啊，还挺辛苦的，每天被教练带着我们在操场训练，什么长跑、蛙跳、跨栏、爬楼梯啊，每天踢个哑铃片，爬楼梯都爬吐了。我是爬着，我说老师，这个爬楼梯到底练的是啥呀？老师说你不要问了，以后用到的时候会感谢老师的。老师就是老师，看得比较长远。我现在送外卖上楼前，我说这题我做过，就是练过体育，现在送外卖就跑得快一点，对吧？但外卖这个行业也没有前2年那么好做了，因为做的人越来越多了，甚至有好多大学生现在出来也送外卖，跟人抢饭碗。这些大学生怎么说呢？当年高考已经被他们淘汰过一次了，怎么现在毕了业又来跟人竞争，追着人砍我？我之前真的很怕送大学生，送过去隔着墙还进不去。同样的年龄，人家都在那打篮球的、谈恋爱的、读书的，欢声笑语。我在外面骑个电瓶车，好羡慕他们呀。但现在发现好多大学生出来也跟我一起送外卖啊，现在看法也变了，就原来我少走4年弯路啊。骑个电瓶车有时候会遇到大学生是吧？一起在外面吹着风，吹着这么强的风，这不是顶峰相见了吗？确实，虽然现在单子少，但其高峰期还可，尤其像下午、晚上这种饭点，我这有经验的，我一趟能拿4、5个外卖的。但我知道大家都很着急，我每次看到手上这4、5个外卖，我就知道这个时候天上也有4、5双眼睛正在盯着我。我也知道大家花了钱，可能希望这个外卖送快一点，对吧？给大家送上楼，我也愿意送上去的，毕竟我也练过，对吧？但现在在上海啊，还有很多老小区没有电梯，都是6层楼高的那种，基本上都是6楼在点，1号楼很少点的。6楼的顾客啊，10个里面5个正在上厕所，3个在洗澡，还有2个腿脚不便。你就感觉6楼住的这些人住的都像赘婿啊，他们都不想娶，就想着能不能上门呀。而且我们这个工作啊，每天会跟很多保安打交道，你就发现有些保安是挺多的，他见的人老爱问你干什么的，干什么的，干什么的。我有一次穿着外卖的衣服，那个保安还问我你干什么工作的，这还把我给问住了。我看着穿制服，我心想我是干什么的？我 cosplay 啊。但有时候也会接一些学校的外卖，因为学校那些学生会很多人一起点，就很方便。但有些学校不让学生点外卖，有的学生想吃口外卖，想尽千方百计啊。我见过最离谱的一个学生给我备注：师傅，你送过来的时候不要穿衣服。他不要穿你外卖的衣服。到我们学校这边，他问的话，你就说你是我爸。我说这还挺有意思的，就赶紧抢到了。但他备注你必须要有信念感，不要被认出来了。我说这信念感，我天天 cosplay。但走过去啊，在学校门口看到他那一眼，2眼对上的时候，我信念感就崩了，因为他长得实在太帅了，他眼睛又大，皮肤又白，就完全不像我生的。
我当时就想跟谁能生出他，我当时都慌了。这个时候他突然看着我，爸爸你来了。他当时那个信念感实在太强了，在饥饿的状况下能叫那么真诚，我都感觉心里有股暖流。我也是第一次被人叫爸爸，那种直击天灵的感觉都惊呆我了。别看我眼睛小，当时这种情况啊。他这么远了。我都想上去拥抱他一下，真的，我给了他走的时候还挺舍不得的。那你记得给爸一个好评啊！好好上学，以后千万别和爸顶峰相见啊！好，谢谢大家，祝你们开心啊！大家好，我叫史岩，加油！大家好，我叫史岩，然后我来自东北，我平时在沈阳那边讲这个脱口秀这玩意儿，你们也能听出来，其实我这个人性格也是比较开朗，语速也比较快，是东北的属于一个 I 人吧，其实 I 人在东北生活还是挺费劲的，在东北你甚至都很难表达害怕。有时候我自己都纳闷啊，我说我这个性格怎么还能在东北这么一个遍地都是狠人的地方还能正常生活呢？我自己想了一下，其实在 I 人这个概念出现之前，还有一个词儿专门形容我们这个性格，叫腼腆。但是我家长辈们他们不认识这俩字儿，不认识的。我从小到大，他们跟别人介绍我的时候，都跟人家说咱家这个孩子吧，挺腼腆的。哎，挺腼腆的，是不是一听就是个狠人儿？这节目挺好，这节目我刚才在底下看了一圈，这节目 I 人跟 E 人都齐了，爱奇艺嘛。用到了一个比较罕见的喜剧技巧。拍马屁。哎，这节奏挺好的。这也就是我为啥现在能在一个物业公司上班。就是物业这个工作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工作在我们东北这边吧，就是这个工作倒是挺稳定，就是办公环境不太稳定。我们办公室那个窗户吧，有时候有玻璃，有时候没有，这个代表了我们的用户满意度。没有玻璃的时候就是不满意，有玻璃也不代表满意，有可能还没找着砖头的呢。真的有的业主的要求我们永远都满足不了。之前有一个业主给我们打电话，说让我们把小区里所有的感应灯都给换了。他说他害怕，他说灯亮的时候吧，我就感觉鬼来了。灯灭了，我又不知道鬼在哪儿。我说我知道，不知道鬼在哪儿的时候，一般来说鬼都在你后边。这人他就跟灯过不去，后来让我们换那个电梯里头的灯，他说把电梯里都给我换成紫外线灯，我要把病毒杀死在我家门口。紫外线确实是能杀菌。但是那玩意儿照时间长了致癌呀，会给人留下一身特别干净的癌细胞，所以后来就没给他换。咱们也是害怕，你要是杀不死他的话，会让他变得更强大。秋天也不好干。一到秋天，我们东北那边就开始晒秋菜就晒大白菜、晒大葱啥的我们准备过冬了，但是晒大葱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丢大葱。丢大葱，我们就得给他们找大葱。
天天这电话接起来就跟我们喊啊，你们物业都没有人儿，那能有人吗？都找大葱去了，真的啥都找物业。前一阵有个业主给我们打电话说让我们帮他家撬门，他说他把他家钥匙锁车里了，车钥匙锁家里了。我说你这么复杂的情况，你就得找专业的小偷了。要不你往家里头放捆大葱试试呢，是吧？没准门是自己就开了。真的，我在单位啥都干，还让我做工资。但是我跟你们说，做工资就是做减法，就是作孽呀。就是咔咔给人家扣钱。之前有一个同事休了几天丧假，按照公司这个规定吧，就给他发了300块钱慰问金。到月末，老板让我给他勾回来，月末我就扣他500块钱满勤。真的，这工资表做完，我自己都懵了。我说人家办事儿，咱咋还挣200？除了做工资，还让我收物业费。我现在收物业费这个活，经常能得到我们业主的肯定。他们一来的时候就说。啊，你们收物业费的时候挺认真呢。我说你反映问题就反映问题呗，你夸我干什么玩意儿呢？其实我们物业这个工作吧，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工作，它跟踢足球差不多少，就是你也不需要有啥技术，能扛住骂就行。能扛住骂就能挣钱，有的时候来的那人我都不知道是业主是球迷呀，那好像就是球迷走错场地了呢，呼啦来一帮人，当就给门踢开了。我们花的钱养你们这帮废物。就是这种感觉，这个就是史岩的感觉。但是我们老板能扛住骂啊，他跟我们说，他说没事儿，让他骂吧，以后骂咱的人多了，咱还能接着广告呢。他说以后要开一个直播，完了让各位老铁把废物都打在公屏上啊。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峥。电影《逆行人生》正在暑期档热映，希望大家到影院支持，谢谢谢谢。不是喜剧片啊，是现实主义电影，现实主义电影有笑有泪的啊。好，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谢谢。这个是主要任务啊，接下来就是次要任务。次要任务呢，来到这个舞台上非常高兴啊，看见很多熟悉的老面孔、新朋友啊。看到很多青年演员呢，我是很有感慨，就是看到他们就像看到我当年一样，是有激情、有梦想、有刘海儿啊。对，现在刘海儿我已经没有了，所以呢，你们的今天就是我的昨天，但是我呢，再也回不去昨天了啊！如果能回去的话，就变成逆行人生了啊！不好意思，又宣传了，对不起，不说了啊！我其实跟在座的各位演员一样，都是从剧场里面走出来的啊，从小就在剧场里面演戏，啊，每当放学了以后呢，我就骑车到这个剧场，然后在剧场的后台做作业，这真的是在那儿写作业，然后轮到我上场了，我就去演出了啊，然后回来一看就很奇怪，就作业也不见了，然后老师批的卷子也不见了，啊。对，我跟老师也是这么演的啊！老师每次就看着我说：“来演，你接着演，你接着演啊！你演的这么好的戏，给我一个人看可惜了。来，把你爸妈都叫来啊！”然后我妈就来了，我妈来了说：“怎么还撒谎呢？你跟谁学的？”我说：“我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学的。”然后那天我的脸上掌声雷动，我说：“妈，你别鼓掌了，我脸都肿了啊！”做喜剧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坚持自己的标准。那小的时候呢，我在排话剧的时候，因为一个调度、一个走位啊，跟我们老师吵起来了。他呢坚持让我那么走，而我觉得我应该是那么走啊。
在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其实艺术是有真理的，真理就掌握在安福路第一小学3年2班文艺小队长徐峥的手里面。就是老师觉得我不讲道理，但是我觉得我得讲真理。我们2个吵得不可开交。那现在想一想，其实呢，1000个人心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这句话我牢牢地记住了，因为老师罚我抄300遍。今天看到很多新人挑战老演员，我确实很感慨，毕竟这些老演员我都很熟悉啊，像周奇墨啊、庞博啊、杨笠啊、王建国啊。这王建国，我每次在电视上、在电影上，我看到李雪琴，我都会想起王建国。这不知道王建国现在在干什么呀？他还好吗？啊，对对对。其实做演员是很容易被新人打败的，因为观众永远需要看到新面孔，需要看到新鲜的血液。你看那个贾冰啊，他长得虽然比我老，但是大家还是觉得他新鲜，老新鲜了。来这个节目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喜剧之王这4个字。喜剧之王呢是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周星驰拍的，大家都知道哈。你想想看，那个电影的结局，最后尹天仇他没有拍成他的电影，没有当成电影的男主角，最后还是回到剧场里面了，去演雷雨去了。那个场景其实非常感动的啊。所以呢，有一天如果大家真的成为了喜剧之王，希望各位不要忘记回到剧场。当然，没有成为喜剧之王也不要伤心，因为你们会更快的回到剧场。咱们剧场见，谢谢大家，我是徐峥。